常常说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。对明白。对，那我也是很爱上台湾的人情味，就是比较很轻松的面对事情啊。那日本人会有时候紧张，对，紧张，很认真。觉得事情很大。对，嗯，那台湾人就随便啊，有时候很好，有时候不好嘛。但是我再回到日本之后，我跟就是一般日本人比起来的话，我自己感受到我好像变成随便一点了。我叫 Ricky，那我出生在冲绳县石垣岛，然后我现在26岁。那我高中都在石垣岛长大嘛，然后大学就是去台湾读台湾的淡江大学的企管系。为什么想去台湾呢？是因为石垣岛很多来自台湾还有大陆的旅客。对，但是那个时候虽然旅客很多，但是会讲中文的人很少，真的很少。那也有没有对台湾人比较有那种怎么讲标志嘛？那些就是路牌呀，也没有什么特别标识啊，就都是日文。对 ，OK。那我想说，如果会讲中文的话，我可能可以成为一个比较特别的人才。导游啊，对，或者可以给大家把那个标识做好。OK， 于是这样才想起学中文。是的，因为那时候会讲英文的日本人还是比较多嘛。讲英文的多，讲英文的比较多。但是会讲中文的几乎没有。你们那岛上有多少人？人口是5万人。那么少？对啊。但是游客很多，游客经常对去。有机场吗？有机场啊。对，那主要是从基隆到石垣岛的一个游轮。对。那坐那个很多台湾人、中国人来石垣，所以呢，还是台湾人去的多。对，台湾比较多，对吧？很近。很近啊。大概8小时就可以到。睡一觉，睡一下，在游轮上睡一觉，第二天到了。所以想说，那如果可以讲中文的话，可以对当地有一些帮助。那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？就到台湾之后啊。我是在去之前不会说？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就稍微学过一点点，但是不会讲。然后所以我先到台湾是打工度假。然后打工度假边打工边学中文，在语言中心学中文。然后就是1年半后就是进入淡江大学。这样子。明白。那刚去到台湾的时候，对台湾印象怎么样？第一次就是我去台湾之前对台湾的印象就是很乡下嘛，就是老实讲真的对台湾没什么好的印象。你是从网络吗？网络上看的？对，也不会特别认真看。那想说就是日本之外就是很小岛，很小的岛而已嘛。那说乡下，但是到台湾了，我觉得第一印象就是跟石垣岛很像。因为气候啊，还有那些人的感觉也是比较石垣岛很像，所以我就觉得蛮舒服。适应。适应，很快就差别没有那么大。对。OK， 那去了还觉得是乡下吗？没有，就是那台北那边就是很现代的。对啊，很现代的。生活的方面差异，就最大的一个就是有2点，一个就是喝茶那个会加甜。加糖嘛。对，日本不会加糖。日本不会加糖啊，就是日本人不会喝茶，不会加糖，绿茶什么乌龙茶不会加糖。但是在台卖就是便利商店卖的茶
都是加糖的。那日本人就是喝的时候，哇，为什么甜的？对啊。再一个就是那个不好的点就是上厕所的时候，那个卫生纸不可以丢入马桶里面。日本的这个卫生间里边那个手纸啊，很薄，它生产的很薄，然后它好像就是水一冲的话，好像就可以溶解，对吧？你之前在你的家乡念书，对，你去了台湾，你念书有感觉有差异吗？有啊，可以说台湾人比较认真学习，对。哦，是吗？是啊。日本人不认真吗？对，因为我分析过这一点，为什么这个原因？因为那个大学生啊，日本大学生大部分大三就开始找工作，对，那大四的最晚的大四的暑假之前就可以找到工作，那你找完工作了，你就可以剩下的时间就是可以出去玩了。还有日本喜欢喝酒嘛，就每一天，那可能大学生每一天晚上去居酒屋喝酒啊什么什么。但是台湾的话，很多人会去考研究所，或者去国外留学。再继续念书。对对，再继续念书，所以大三、大四还会认真学习。对。我懂您的意思，就是在日本的话，大三可能就确定了自己的工作，然后就放松了。对。然后台湾的话，很多人为了要继续学习或者出国留学，所以就努力的在学习，状态就会变得相对来说要求自己高一些。那你因为你不需要出国留学了，也不需要再念研究所了，但是环境会改变人的个性嘛。那我也是跟这种人在一起嘛，那我也是自然而然的比较认真一点点啊。会对。你在那里有没有养成一个习惯？在日本不会有的。对待面对问题的时候比较放松，比较自然啊。对，台湾就是也坦然面对，就是比较很轻松的面对事情啊。那日本人会有时候很紧张，对，紧张，很认真，觉得事情很大，对，那台湾人就随便也有时候很好，有时候不好嘛。但是我在回到日本之后，我跟就是一般日本人比起来的话，我自己感受到我好像变成随便一点了。之前有一个日本朋友，他在公司上班，他把公司的手机弄丢了。那个手机很便宜，也不贵，很多年前，他很紧张。我当时就说手机丢了也没关系吧，手机丢了买一个就好了，公司的我们买了一个还给公司，或者是，对吧？他不那么认为，对，他觉得公司的手机丢了很严重吧？对呀，是吧？对，日本人会有时候想的太多，太认真了。OK。然后自己不需要的压力也会感受到这个压力。是这个压力是外部的压力，还是自己给自己的一种？都有啦，内部自己也是觉得，然后还要看别人，也是会有压力啊。就是日本人很重视别人的看法，对，看法很在意其他人的看法，对，所以要求自己很严格。明白了。你这么讲我就懂了。以前不理解。对。很多人跟我说，台湾人很热情，对，就是说，很愿意帮助别人，特别是其他国家去的人，比如说去旅游啊，去生活啊，他们很热心。有啊，很有就尤其是对日本人也是很亲切。台湾人真的很热情，我是这么觉得啊。常常说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。对，明白。对，那我也是
很爱上台湾的人情味。嗯，台湾人真的很亲切啊，就是比如说我在台湾迷路，那很多人会直接跟我讲话。迷路了，我迷路嘛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我怎么办的时候，台湾人会看到我，在好像那个就是就是好像迷路嘛。明白。对，那台湾人直接找我你有什么问题？是不是迷路了？你想去哪里？是他主动说的吗？对，他主动找我，他看出来了。对，他看了我在迷路了你在不停的找地方。那他主动来找我，有什么问题？还有你在迷路吗？还有你想去哪里？这样子。对对对。这样子。对。还有，就是去买东西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去咖啡厅，那我是用中文，点餐嘛。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就是我的中文没有很好，那就是我努力我要一个这个，那他又是主动跟我讲话，你是不是日本人？你的中文怎么那么好？哇，厉害！来台湾干嘛？学中文要念大学吗？这样子，就是跟我聊天直接聊起来。对，那日本应该不会这样嘛。如果我看到外国人会讲会讲日文，但是我不会跟他特别聊天嘛。对，除非他问你。对吧？对，除非他主动问你的话，我可以。但很少就是说我主动。对，那我每次去点餐去什么店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主动跟我讲话。对，他们也能听出来你不是台湾人吧？对，他就是发现我不是台湾人，而是日本人，我就开始你是日本人你是跟你聊一下。对。对了，你适应台湾的饮食吗？一开始完全不习惯。是吧？对，为什么？那个台湾那个八角，你知道八角吗？八角我知道。对。那我不习惯这个八角的味道。所以我吃什么东西好像那个有八角的味道，都有那个。对，然后我完全不敢吃。还有那个臭豆腐很臭。那你进去便利商店，那个茶叶蛋那个味道也是很臭。我想说天哪，这不习惯。对，但是幸好台湾有很多日本的日餐店。对。那个寿司回转寿司也有那个牛洞店有那味道和日本差不多？差不多，也可以说差不多啦。虽然日本的比较好吃。他们也 OK， 也能接受。对，也能接受。那你到后来你接受了那个八角茶叶蛋的味道了吗？对，还是习惯了。习惯了。什么东西还是一定会习惯。慢慢习惯。我现在甚至那个臭豆腐，我很喜欢吃臭豆腐。很想念。对。那个味道很好吃很想念了。对，很想念。对。 OK。你现在做留学的事业。对。为什么你本来不是要回去帮助自己的家乡吗？怎么现在又做上留学了？因为我来台湾之后就是念大学，也可以说就是台湾改变我的人生的一切。影响这么大？对，影响超级大。所以我想说这个留学台湾可以改变我的人生。我想要这个东西给我的后辈，对，更多人分享一下我的。对，然后希望更多人来台湾，跟我一样改变他的人生，这样子。那你觉得哪些地方特别的改变了？价值观变大，广阔了。就是来国外嘛，一定会。那你来国外要自己生活，是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那一定会有很多困难。那就是这个自己去努力把它解决了。对。然后刚才说的台湾人就是对我
明白，友好，亲切，对，生活很舒服。于是你就是说，想让更多的年轻人也体验到这种感受，是的，所以做了这个事业。是。因为我也是来台湾的时候，很多人帮助我，才能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对走过去。那我也是非常感谢这些人，包括在台湾生活的，就是日本的前辈也是啊，台湾人也是啊，很多人帮助我。那后来想说，那我也是想要当这些人，像这些人一样，帮助其他人。你真棒。对，你觉得台湾人了解日本吗？有啊，比我了解很多很多。台湾人比你还了解日本？对啊，怎么讲？因为我是石原岛人嘛，那从小到大18年都在石原岛，然后从来没有去过其他地方，东京也没有去过。但是台湾人啊，很多人就是去过日本啊，而且很多地方，对，不止1次2次啊，很多10几次。从北海道到石原岛，还有东京、大阪都有去过。所以从南到北，他们都能讲的很多，对，反而比你还了解。对啊，他们跟我分享，日本是怎样啊，是哦，我都不知道。对，所以要多去看，多去了解，是，多去感受。你觉得在台湾留学的话，比如说他和日本念书有差别吗？有。很多人说，如果有些人想要去国外留学嘛，那很多人选择你先进去日本的大学，然后那个交换学生嘛，后来大3、大2、大3，再去其他国家，他1年左右嘛，但是这样子的话，他们是去国外学那个语言，而已，但是来台湾直接留大学的话，你是用这个语言。学就是专业能力。那比如说我的话，用中文学企管系学习一门专业，就是经营的，对，学专业嘛。那这样子，这样差异很大的，对，差异很大。如果是交换生的话，可能只学了一点点语言而已，对吧？而已，很浅。对。那如果这样去念书的话呢，等于我又学了语言，又用那门语言学了他们理解的那个专业那这样的话更了解那个地方，对，没错，会更深入的了解，是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有很多日本的年轻人因为你的原因去台湾留学吗？现在越来越多了。有多少人？你推荐了多少人了？现在目前，我有帮，就是我做的是帮忙他们申请台湾的大学嘛，也有做那个短期留学，就是暑假啦，那个春假的时候，带高中生到台湾，那1、2个礼拜的去体验，是的，去感受一下，先去感受，是，那我2023年到现在，在1年时间，总共有100个学生，带100个学生来台湾，对，让他们体验这个台湾的生活。那其实你也可以因为您现在懂中文嘛，你可以让台湾的年轻人来日本来体验嘛。以后想要做这个，是相互这样交换去体验，这样能更好促进两边的交流。我先专心做这个日本人到台湾的，那以后想要做台湾人到日本的，这个相反的，对，很期待更多日本人来台湾，去台湾，对，去台湾，我希望日本人年轻人都到国外留学，明白，对，不要再一直留在日本，只懂日本的事情，对，一定要去外面看，然后从外面看日本，也是不一样的视角，视角，会对那个自己的认知会有一些改变，对吧？对，要不然的话一直在一个环境当中，对，明白。对，然后台湾
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学费很便宜。哦，是吗？对，跟日本比起来便宜很多。像你在台湾念书，我是大概一年45万日币左右而已啊。那如果在日本读大学的话，国立大学是要60万，一年60万日币，私立的更贵了。对啊破100万日币嘛，对不对？是。但台湾的话，国立、私立都一样，45万到50万左右日币，那比日本的国立大学还要便宜。对，你去国外还可以在日本读大学便宜，对，然后又有留学的经历，对啊，又学会了另外一种语言，是，你一般和日本的这个年轻人，你怎么介绍台湾？你会怎么说？就先跟大家解释来台湾读书5个好处。第一个就是学费很便宜啊，比国立大学还要便宜，日本的国立大学还要便宜。还有也不用那个入学费，也是不用的。日本的话要。那第二个就是就刚刚说那个不用笔试，你不用笔试就可以考上大学。第3点就是刚才说，你可以学语言外语嘛，还可以学专业的，那第4个环境很好，对，很容易适应，对，人文环境也不错，对，还有安全呐，可能可以说比东京还安全呐，是吧？对，晚上也可以，也没什么。没杀人啊什么很可怕的东西很少，都很友善大家。对，对，然后没有歧视的问题嘛。明白。那第5点就是你在日本就业的话，如果有留学经历的话，也会多一种选择。是，对吧？有一些跨国公司啦，对呀，或者有中文的这种业务啦，它都可以应对。还有现在日本的大公司也是想要这个去国外留学过的，有这个经验的人，多元的人才，对吧？OK。未来你想去那儿住吗？你说在台湾住吗？有一半一半啦。我最好就是来回，就是日本跟台湾都可以这样子。在台湾是不是很多日本人在那儿住？很多。现在越来越多了。是吧？因为在台湾生活的感觉很舒服啊。就很多社会人也是这么讲的。是。对，我也听到过。我去澳洲发现澳洲也不少。很多人想来日本，日本人有很多人想出去。蛮有趣的。蛮有趣的，真的。OK。